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0月2日。咁啊，最近呢2個星期咧，中港股市大漲啦。有啲人咧認為同減息有關係。咁但係我之前已經講過啦，喺過去嗰幾年咧，美國加息周期咧，全球嘅股市都係大漲嘅。呢個嘅倫敦富時指數去到歷史新高啦，新加坡海峽時報指數以及呢個台灣加權指數。日本嘅日經指數，甚至乎印度嘅股市都創過新高喎。相反中港股市咧就係私人獨潮水。咁而減息咗一段時間噶啦，減息初期都冇令到股市大漲。咁但係咧呢2個星期咧，中港股市大漲咧，其實同第一可能同減息真係有關係啦。第二咧其實好主要嘅就係因為咧習近平咧係推出咗一個激烈嘅刺激經濟政策。因為亦都承認咗過去嗰幾年習近平所推出嘅，譬如話樓市限購令啦，譬如話呢個補習社雙減嘅措施啦，等等等等咧，都係即係出現咗問題啦。咁所以咧而家就係修正翻咯。咁所以補習社又放寬翻啦，然後咧樓市嘅辣椒咧開始逐一撤辣咯。咁即係慢慢修正翻過去嗰幾年咧一啲嘅錯誤政策。咁呢個係我認為導致到股市反彈嘅一個主要原因。咁仲有第三個原因咧，香港咧亦都特別受益嘅。咁就係新加坡咧本身咧過去嗰幾年吸納咗香港大量嘅資金，最近咧有一啲嘅資金係回流翻嚟香港啦。咁我之前已經講過啦，我話回流嘅原因咧係同新加坡嘅金融機構嚴厲監管有關係。有啲人就話點會啊？係咪你自己作出嚟噶？唔係我作出嚟噶，全球嘅財經新聞都有報道嘅。今日我就引述咧呢個日經嘅周刊咧嘅報道。新加坡咧就因為咧舊年2023年發生咗咧歷史上最大宗嘅洗黑錢案，就係福建幫洗黑錢案，所以咧就導致到咧佢哋嘅金融機構有嚴厲嘅監管，再加上美國咧對於呢個嘅一帶一路嘅資金去咗新加坡咧，亦都有即係好大嘅憂慮，因為咧喺福建幫嘅洗黑錢案裏邊咧，係涉及到最大嘅銀行就係花旗銀行同埋瑞信呢兩間，即係一間美資，一間就係歐洲嘅資金咁所以咧美國嘅金融機構咧，亦都係對新加坡咧有嚴厲嘅監管，認為即係最近呢幾年新加坡咧吸納咗好多一帶一路嘅資金，好可能咧會成為咗呢個嘅犯罪資金嘅天堂啦，逃稅嘅天堂啦，等等等等，所以有嚴厲打擊。呢個就唔係我自己作出嚟嘅，所以有啲留言就話喂，你自己作出嚟嘅。咁首先咧就係全球嘅財經新聞都有報道，咁但係有網友指出話呢個可能係一個原因，另外一個原因亦都係中國要求咧新加坡將嗰啲吸納咗嘅資金咧要吐回。咁呢一點會唔會有可能咧？我認為都唔能夠排除，因為咧而家所見到嗰啲資金咧，大部分咧洗黑錢嘅資金都係嚟自中國嘅。就算唔係洗黑錢係正經嘅資金咧，所謂家族辦公室嘅資金咧，都係嚟自中國為最多數。我已經一再講過啦，新加坡係作為咧全球家族辦公室金額最大嘅地方，佢咧只係得1500-1600間家族辦公室，就比香港3000幾間咧，其實就少好多嘅。咁但係咧，卻擁有全球家族辦公室超過一半以上嘅資金，即係話咧佢嘅量少過香港，但係個額係大過香港嘅。新加坡、杜拜同香港呢個3個咧係而家全球咧家族辦公室咧最熱門嘅地方。咁但係咧以舊年為例2023年咧喺新加坡嘅家族辦公室咧最犀利嘅係嚟自中國有400間，嚟自印尼嘅就有140間，印度130間都犀利喎。喂，原來有70間係嚟自香港嘅。香港嘅家族咧就去咗新加坡開家族基金，咁仲有其他就370間啦。呢個係單係舊年嘅啫，咁呢個數咧係大到不得了。但係今年呢啲嚟自香港同中國嘅家族辦公室嘅資金咧有回流嘅跡象喎，因為舊年呢就發生咗啦新加坡歷史上最嚴厲嘅、最大單嘅呢個洗黑錢嘅一個醜聞呢個叫30億新加坡元黑錢案。就係嚟自呢個嘅福建幫，咁而家福建幫咧就即係不斷都仲有人落網嘅，咁但係當然啦，落網嘅都係啲卒仔為主啦，最近落咗網嘅就係一個女子喎，呢個女子喎，最近落網嘅就係喂，即係其貌不揚啦，係咪？呢個嚟自中國嘅但係馬來西亞籍嘅女子叫 Alex，咁呢個人咧係一個似乎係白手套嚟㗎。因為佢個樣貌又唔似係嗰啲即係美女間諜嗰啲咁嘅情況咁呢個白手套有一個落網。咁其實咧舊年至今咧新加坡咧
即係已經拉咗好多即係相關嘅人員噶啦。咁但係咧，亦都有啲人咧已經係放咗出嚟噶咯，因為拉嗰啲人咧，即係都係卒仔為主，佢哋都係中國人啦。咁但係咧都係攞住外國嘅護照噶，譬如話其中一個咧就係已經係服完役噶啦，仲俾人驅逐出境，服役咗17個月嘅。咁啊就叫做蘇劍鋒，咁啊福建幫嘅一個成員嚟嘅，攞住係土耳其同埋咧柬埔寨同埋嘅雙重國籍喎。咁啊然後即係仲有其他人啦，攞土耳其啦，亦都有塞浦路斯。哇！咁所以咧早幾年咧，中國人好熱門移民嘅地方譬如話塞浦路斯多明尼加或者即係我哋香港人都最熟悉嘅就係阿魯阿圖啊。即係呢個落網嘅人裏邊咧，有數下先，1個、2個、3個人咧係攞呢個嘅阿魯阿圖嘅護照嘅。咁落網嘅人裏邊咧，即係阿魯阿圖護照咧佔咗超過兩成左右啊！呢個犀利啊！咁啊攞阿魯阿圖護照好好照嘅相關等等等。咁咧呢個30億新加坡元朗咧，到底係即係咩一回事咧？咁啊其實咧聯合早報咧就有好多嘅即係新聞報導嘅呢個30億新加坡元朗咧福建幫。咁啊，佢係點樣使呢筆錢咧？而點樣俾新加坡政府發現咧？今日就可以講下啦。咁而因為呢個原因咧，亦都導致到中國有呢個資金就本來喺新加坡咧就成立家族辦公室，或者喺新加坡咧係經營其他嘅生意。咁但係就因為咁翻咗香港，因為新加坡嘅監管咧非常之嚴厲喎。本來咧新加坡都係好寬鬆嘅，自從呢一單嘢之後咧，即係我自己都有個人銀行戶口同埋公司銀行戶口喺新加坡啦。咁要求提交嘅文件咧多咗好多啦，比以前2021年開始咧，新加坡反洗黑錢部就發覺咧有啲人咧就即係用咗偽造文書，就證明咧即係你嘅資金來源。因為咧新加坡如果你大額咧個資金入去，佢都會問你資金來源嘅，好似英國都係噶。英國買樓咧，如果你要 full pay，佢就會問你喂，你資金來源喺邊度嚟啦？如果你話以前賺錢賺翻嚟嘅，佢要求你拎稅單出嚟嘅。你以往賺嘅錢係咪交過稅嘅咧？即係歐美咧就係好嚴厲嘅，新加坡以往嘅寬鬆啲。咁但係近年咧都係發覺咧有好多呢啲可疑交易所以咧就查啦。喺舊年咧就新加坡咧就派出咗好多人啦，幾百人就喺即係呢個 Opstrich Wall 聖淘沙呢啲地方咧就拘捕咗10幾人，全部都係中國籍嘅福建中國籍福建出嚟嘅人。頭先所講啦，其實咧就雙重國籍，攞住福建嘅即係福建幫嘅人啦，攞住外國嘅護照，即係頭先講土耳其護照塞浦路斯護照阿魯阿圖護照。喺新加坡咧生活咗好多年噶啦。結果咧就佢哋呢啲人原來咧就係喺東南亞從事電信詐騙嘅，網絡賭博嘅。喺新加坡咧好多豪宅，呢啲人咧喺中國咧都係被通緝嘅人嚟嘅。當然佢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啦。佢有啲身份咧就係曝光咗啦。最後咧就被凍結咗。而家咧就知道咧查出咗佢哋主要嘅錢咧喺新加坡存喺瑞士信貸啦、花旗啦、大華啦、華僑啦、星展呢啲地方。所以呢幾間銀行咧而家就嚴厲好多啦，就好驚嗰啲咧一帶一路嘅電信詐騙犯。佢哋頭先有一啲咧係即係查出背後咧係有電信詐騙集團嘅，但係亦都有一啲咧係網絡賭博，喺柬埔寨、菲律賓合法嘅。佢哋經營合法嘅生意，就好似嗰套電影咁樣孤注一擲所講嘅。呢啲人咧都係中國啦，其實咧即係有勢力嘅人士去到呢個東南亞，即係跟住一帶一路嘅發展。之前喺澳門有啲教父級嘅一啲黑幫成員，亦都係打住洪門嘅旗號就去柬埔寨攞一帶一路嘅資金。因為一帶一路咧，政府咧就喺嗰度咧有辦公室，就好容易申請到一啲嘅批文嘅。咁所以咧，佢哋有一啲即係私底下就當然係非法嘅啦，但係咧表面上咧就係合法嘅商人嚟嘅。但係發現到咧，原來佢哋係洗黑錢啦，涉及就30億新加坡紙，30億嘅新加坡紙咧10個人左右嘅啫。即係相等於180億，呢個係新加坡歷史上最大嘅洗黑錢案。所以係因為呢一單嘢咧爆發咗出嚟咧。而導致到好多嘅生意咧係回流咗翻嚟香港，呢啲一帶一路即係而家打擊咗，查出咗佢哋底先係做電信詐騙，但係面佢哋都話自己做呢個網絡賭場嘅商人。
咁呢一啲嘅生意咧，其實本身同香港亦都係千絲萬縷，同香港澳門嘅黑幫咧係有關聯嘅。所以以往咧佢就係去咗新加坡發展，從香港走資走咗出去。咁但係咧而家咧亦都即係佢哋可以去嘅地方唔多啦。咁去歐美唔得啦，歐美啊嗰啲資金好嚴厲，好似今年咁樣英國拉咗個 Chinese Takeaway 嘅一個員工，結果喺屋企裏邊發現咧佢有即係以億磅計嘅呢個黑錢啊！呢個係電信詐騙犯嚟噶嘛，亦都係中國嘅新移民嚟噶嘛，咁啊就拉咗。咁你歐美好嚴厲喎，咁所以佢哋無路可走啦，咁啊留喺呢個嘅東南亞亦都唔安全啦。東南亞嘅即係軍政府或者係經常發動呢個政變嘅，咁所以咧佢哋會回流去邊咧？回流去香港可能咧係冇辦法中嘅選擇嚟。咁但係佢哋本身嘅紮根就喺香港、澳門同福建呢個地方啊嘛，呢啲所謂嘅一帶一路嘅一啲黑幫成員啊，咁所以從原則上咧。你又見到咧，佢哋翻嚟咧，其實係無可奈何之舉。但係咁樣翻嚟咧，就當然會搞旺咗香港嘅事啦，係咪啊？即係嚟到香港咁啊，第一就使錢，第二就會消費咁所以對香港咧可能有啲嘅幫助，但係個幫助有幾大咧？咁啊，與此同時咧，新加坡咧即係吸納咗好多中國嘅資金發咗達啦，同時間咧就係有免簽證啊嘛。咁但係咧就多即係呢個飲鴆止渴嘅嘢嚟嘅。你多咗中國嘅遊客免簽證入境，咁啊自然啊生意會多咗啦。新加坡有賭場噶嘛，聖淘沙即係有賭場噶嘛，咁啊啲賭場都唔錯嘅喎，啲服務質素咁當然就冇澳門咁好玩啦。澳門就紙醉金迷，咁但係咧新加坡始終咧都即係有佢嘅吸引之處。咁但係咧與此同時咧就多咗好多咧，就係中國嘅遊客去到犯罪喎，係咪啊？譬如話8月啦，即係有一個集團式嘅。呢個入屋行劫就係盜去咗400萬新加坡元，3個人被捕，仲有14個人咧，即係被追捕咧，都係中國公民嚟嘅。咁呢個係不斷咁即係逮捕呢啲咁嘅人或者係通緝嗰啲咁嘅人多咗，呢個都係冇辦法嘅。即係你食得鹹魚抵得渴，你同時間吸納咗嘅資金，賺咗嘅錢，但係就即係會有呢個副作用啦。咁所以咧話呢個嘅富豪即係回流翻嚟香港咧，即係並非係即係亂講喎，唔係子虛烏有喎。實際上新加坡政府咧已經係講咗啦，金管局新加坡拒絕咗咧中國護照嘅大量嘅申請者，咁佢哋咧去新加坡申請呢個嘅家族基金唔成功，所以最後咧就係轉移翻香港度申請啦。咁即係大家知道咧，拒絕嘅資金咧都好多喎，就包括咧有1000萬至5000萬咧美元嘅資金係拒絕咗嘅。咁所以呢個新加坡嘅金融機構咧係向日經新聞咧係承認咗呢件事。咁但係當然香港就非常歡迎呢啲資金啦，係咪？你只需要300萬港元一年嘅使費咁你就可以咧喺香港開呢啲家族辦公室。所以香港嘅量大咧就3000幾間，新加坡就1600間。呢個並非咧係冇根據嘅。李家超話咧，香港咧執10間，開16點幾間嘅生意，亦都唔係講笑嘅。就譬如話美城月餅，咁呢啲都係香港開嘅公司啦。香港開咗就翻大陸做呢個嘅港資嘅品牌，扮成港資嘅品牌咁啊同樣道理喎。即係呢啲新加坡被拒絕咗嘅家族辦公室嚟香港，可能開10間8間分散，因為咧你開一間咧，喂30億福建幫呢咁大嘅新加坡元，30億100幾億港元咁大嘅資金咧，你開一間你梗係食唔住噶，所以咧即係執10間你咪開16間咯。咁人哋可能開30-50間呢啲公司，每間持有幾百萬美元，咁就冇咁容易查到啊嘛。所以而家香港咧就係走咗呢條路啦。咁但係呢個咧都唔係意外嘅，香港最初起家都係咁樣嘅，即係鴉片戰爭後咧，香港就係做鴉片商嘅生意啊嘛，就係做呢個即係好多香港有名嘅人何東都係鴉片商嚟嘅。其實係呢個顛地都係鴉片商嚟嘅，加道理家族又係鴉片商嚟嘅。咁所以當年咧香港係做呢啲，但係當年香港鴉片雖然你話係唔道德嘅嘢，但係合法嘅嘢嚟嘅。咁而家洗黑錢咧，一帶一路電信詐騙呢啲真係犯法嘅嘢嚟喎。咁所以咧，雖然話都係走翻呢個黃賭毒路線但係咧就係此一時彼一時啦。咁所以澳門就作為呢個嘅賭場合法嘅，咁香港咧即係而家似乎就吸納咗好多一帶一路咧非法嘅賭場生意電信嗰啲生意咁呢啲就係
或者係小楊哥瘋狂的小楊哥美城月餅啊，呢啲生意咧，亦都係香港騰籠換鳥，即係經濟轉型嘅一個過程啦。咁anyway 呢個嘅今日嘅專題講到呢度啦，所以啲網友有時咧講即係意圖指正我，咁我都會思考下係咪我講錯咧？佢話亂噏唔係因為新加坡嚴厲監管而搬翻香港，而係因為香港有吸引力。咁我重新思考一下啦。正如咧有啲人有一個網友好詳細留言嘅話，亂噏同城化點會令到香港同深圳嘅經濟咧樓價租金啊，或者係呢個嘅人工拉齊啊拉平啊，唔會喎，全世界都冇喎，係咪啊？即係呢個廣州同佛山啊，亦都冇因為同城化而廣州嘅資金就越嚟越平啦，唔會啊。美國嘅同城化都唔會啊。呢個我重新思考咗喎。咁我今個禮拜咧，我會詳細去解釋一次點解我認為即係個深港同城化會令到香港同深圳嘅人工資金鋪租會拉平。但係其他地方以往嘅歷史嘅同城化並冇咧，咁我認為呢個咧係並非偶然嘅因素嚟嘅，係有一啲必然性喺裏邊。我有機會今個禮拜再詳細解釋。咁今個禮拜啱啱呢個 Patreon 咧就已經即係做完咗中國近代史課抗日戰爭，共產黨是否曾經抗日嘅中流砥柱。咁呢個詳細嘅論述㗎啦，咁有興趣可以咧 join Patreon 或者 YouTube 嘅會員VIP 會員咧可以無限重溫，一般會員咧就可以上課。今日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拜拜，知識有價。